腮腺其实就是我们脸上最大的口水腺，就是它是分泌口水用的。好，那这个腮腺它的位置，看这个侧面，它是在这个颧弓骨的下面。好，那大部分的人腮腺呢，它应该是在这个我们的耳垂以上的位置。可是有一些人，他随着年龄，他越来越大，它越大，甚至会掉到耳垂的下方。强制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缪斯》。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一个胖子，其实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胖子，就像很多人觉得我脸大，我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脸大，我是脸超级大。不然我们拿个尺过来好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很多人在意的，觉得脸大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打肉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打肉毒可以消咬肌。好，咬肌在哪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个侧脸的图哈。咬肌就是这一块，咬肌是一个方形的肌肉。第一个印象就是脸大就是打咬肌，为什么？因为咬肌刚好就在我们骨头最外的这个地方，所以咬肌比较肥厚的人，脸看起来比较大。有些人说我又没有吃槟榔，我咬肌为什么会大呢？好，那可能你有习惯咀嚼，尤其很多人磨牙都是磨一边，所以它一边脸就会特别大。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哪些问题它是脸大，可是它却是肉毒没有办法解决的？也就是你会以为我的脸大，我打肉毒，打咬肌脸就会变小，结果打完发现怎么没效？我们今天来看是哪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这张图里面的构造。好，下一个问题是更少医师去注意的，他没有注意到脸部结构拟，所以我常常在讲，医学美容美感重不重要？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在美感先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要对脸部的构造要非常的了解。你对脸的构造不了解，你根本没有办法打造出你想要的美感，可能会用错误的方法或危险的方法去，或是做出来根本不是你要的结果。比如说这个东西腮腺，腮腺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刚说这个是咬肌，咬肌是个方形的骨头。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紫色的这个东西，这个叫腮腺。腮腺其实就是我们脸上最大的口水腺，就是它是分泌口水用的。好，那这个腮腺它的位置正常是在这个颧弓以下。我们看这个侧面，它是在这个颧弓骨的下面。好，那大部分的人腮腺呢，它应该是在这个我们的耳垂以上的位置。可是有一些人，他随着年龄，他越来越大，他越大，甚至会掉到耳垂的下方。好，那有些人他的腮腺是天生大，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小时候他可能有得到那个腮腺病毒、腮腺炎不管是细菌性或病毒性的这个腮腺炎。这个腮腺炎用台湾话讲，你知道台湾话怎么讲腮腺炎吗？叫做猪头皮，猪头皮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它肿起来之后，它脸会变得很宽很大。就算它好了，它的腮腺也会变得比一般人大一点。好，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口干舌燥。那口干舌燥的人，他的腮腺也会代偿性的增或变大。怎么去分辨？很简单你可以用你的手摸你自己的脸。好，你摸你的脸，你用力咬，咬牙切齿用力咬，会变硬的那一块就是你的咬肌。那靠近耳垂这里有一块，如果你这里是凸起来的，可是你用力咬它没有变硬，那代表就是你的腮腺是比较大的。好，那所以你要去分辨说，你耳朵前面这里如果太鼓的人，你要分辨它是咬肌还是腮腺，就用力咬去看。这里多了一块，鼓起来一块，这个就不是咬肌，这个是腮腺肥厚。好，所以不要弄错咯。这个腮腺肥厚其实不好处理，为什么？因为腮腺肥厚一般用微整没有很好的效果，打肉毒可不可以让腮腺变小一点？会有微微一点的作用，也会有一点作用但是它不像咬肌，咬肌你打肉毒很明显它就会缩小。那有些人说，那我拉皮的时候可不可以顺便把腮腺变小？也不太可以为什么？因为腮腺它本身里面包覆着颜面神经，有时候变成手术当中，我们要去掉表面的一些油脂，让它变小一点。那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咬肌。还有什么状况？你脸大，你以为肉毒可以改善的？这个我也常常会遇到有客人你刚刚一定要是有说，这是我就是这种案例，是不是？你的表情真是笑而已但是我是肥胖我不是嘴边肉太垂。我其实过去几年常会有客人就说我这嘴边肉，那我可不可以打肉毒把这嘴边肉消掉 ？Nope。
因为很多人会以为嘴边肉就是一种肌肉啊，肉毒不是可以把肌肉变小吗？嘴边肉分3型哈，有分第1型浅层的问题，第2型深层的问题，第3层中层的问题。我们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去看我们的影片，像嘴边肉分3型的影片。那这嘴边肉呢，这3型都跟你的肌肉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打肉毒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嘴边肉变小的哦。好，我们要让它脸变小。好，那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判断，好，它这个嘴边肉是哪一型。特别是第2型的嘴边肉，第2型的嘴边肉，它甲子垫掉下来，所以它脸就有一坨圆圆的。你会发现一件事哈，其实这个嘴边肉它其实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才有，好，比如说郑医师，你现在当然没有嘴边肉了，你之前那2块掉下来，是不是看起来像大妈？现在看起来像高中生，没关系，现在看起来高中生就好了哈。现在看起来高中生不要生气哦。好，那我们看，我一直想给大家看这个照片，他很年轻，对不对？可是你看他这里有一块，为什么？像他这个也是属于第2型的嘴边肉哦。那它就是深层的甲子垫掉下来。那通常年轻就有这个状况，是因为他有婴儿肥。婴儿肥就是你的深层的甲子垫太大。那这一种有婴儿肥的人，他很容易掉下来以后，就变成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嘴边肉大。那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很多诊所我常看到很多诊所，他秀他的这个术前术后照片，他会干嘛他就是术前的时候没有笑，垮下来；术后的时候笑就上去了。跟你说，你看我们拉线的效果好好。正常的人，你只要笑他都是上去的，这个是一种作弊的方法。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就是同样你如果要比较，都要看他一样的表情，要么都不笑，要么都笑。而笑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变小？就是把深层的甲子垫把它提上去，你脸就会变小，会变 V。除了刚刚看了几张年纪比较轻，想要脸变小的那年纪比较大，没有像以前那么小，原因就是为什么？它垮下来了，它脸变成什么？从这样子上去的 V 型脸变成粽子脸端午节粽子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好，那就是因为变成这样 U 型脸，所以我们把他的嘴边肉提上去，你就会觉得怎么样？他脸变小。这是一个男生这是我们的老客人其实不只是女生在意脸大，其实像很多男生也在意脸大。像这个男生他也是一样，他的年纪也是轻，可是他也是先天就有婴儿肥。我们就是把他深层的甲子垫把它往上提。因为其实这个有一种很古老的术式，就是口内取脂，从嘴巴里面把甲子垫拿掉。这个术式大概1976年左右，那个时候就有医师发表了。有没有看过这篇论文？那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从口内取脂，它一开始看效果是很好，不然过2年你就会发现它松得很快，它垂得很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口颊这个地方，它不像我们脸颊那样都有骨头支撑，这个地方唯一的支撑就是靠甲子垫。然后你把甲子垫抽掉的时候，它这里就空了，它很快就会垮下来。那所以这我们要怎么处理？你可以采用线的方式，我们把这个甲子垫提到颧弓里面，你不用担心它后面会下垂。再来，我们提到颧弓里面，它也有脸变小的效果。我刚刚说脸要变小，你可以除了用拉线之外，也可以像他用手术。有些人他想要的是持久强效的效果，像我们这样在变的时候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客人他也介绍很多朋友过来。我们把这个嘴边肉，我们把它往上提之外，我们做什么？做3层次拉皮。我们把这块深层的甲子垫把它往上提上去之后，它脸，你看它本来这有个凹，然后这里是多出来一块肉 U 型脸。我们提上去之后，它脸的凹不见了，然后它这一块掉下去的这个嘴边肉上去了，然后上去之后再把多的去掉。那这一种做法，它就不像口内取脂。口内取脂，你把多的甲子垫拿掉的时候，我不是说后来它脸会更垂，但用这种3层次小脸的方式，它做完你脸会变小之外，它还会很紧实，你不用担心后面会有掉下来的问题。下颌骨是什么？侧脸这个地方下面的这块骨头，好像这个客人，你可以看到他的下颌骨非常的往后。一般我们很多女生她喜欢脸 V 一点的话，她这下颌骨这个角要往前一点点。好，像这个女生她可能她很在意，她觉得她脸大。好，那她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她的下颌骨长得比较后面，所以我们把这个下颌骨后面的这个下颌角把它去掉，也就是这个角把它去掉，脸看起来真的会比较小，会比较 V。
好，可是下颌骨不是单单下颌角的问题而已。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这一个女生呢，她的这个下颌角没有那么的明显，她的脸却看起来比较大。好，为什么？因为她的这个骨头哈，问题不是在于那个角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下颌角哦，很多人都以为削下颌骨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角角去掉，可是我们看这个女生，她的角角并不明显。可是我们把她骨头削完以后，你会发现，她的这个脸型看起来 V 很多，为什么？因为她削的不是这个角角，好，她不是把这个角角削掉，她做的是把这个骨头是这个方向这样削下去，是这个方向削，而不是这个方向削，也就是把你骨头的厚度变薄，骨头变薄的时候，你的脸也会变比较窄。好，我们再看，那这个女生她当然更明显了，因为她的骨头呢是整个怎么样？她这个骨头不是像这样子直直的哦，她骨头是这样往外翻。那这个时候，她既要把角削掉，也要把它削薄，脸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下颌骨的问题，你单单打肉毒，你的改善幅度一定是有限的，因为肉毒并没有办法明显的改善骨头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脸的问题，那些问题都是用肉毒改善不了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颌线。很多人他其实脸是小的，头也很小，可是你远远看就觉得他脸很大，为什么？因为他脸跟脖子连在一起了。这个在大陆有一个说法叫薄脸，对不对？薄脸就是他脸少了这个弧线，就像什么？就像之前的郑医师。不是，我想你人就在这，就刚好举个例。所以有时候脸大的问题，它不一定是脸，还有包含脖子的问题。我们来看哈，比如说，这是元六大哥，好，我们来看元六大哥哈，他手术前你可以看到，哇，他的双下巴很明显。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双下巴这个位置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叫做颈合角。颈合角就是这个东西，这叫颈合角哦，它就是这个角度。哦，那它术前变成这个角度，它术前是这个角度了，术前是这个角度。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角度呢？他做的就是这个 corset 的3层次，就是我们把深层的这个下颌脂肪垫，我们把它往前挪，再把我们的这个中层的筋膜收紧，再把皮收紧。这个角度做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把你的头跟脖子做一个分隔。我今天介绍这些主题，就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在意希望自己的脸小一点，好。那脸小一点不是只有打肉毒就是万能的，你必须判断你是咬肌的问题，还是你是咬肌表面腮腺的问题，好，或者你根本不是咬肌问题，是咬肌前面嘴边肉的问题。那嘴边肉有分3型，你是哪一型呢？好，是下颌角，还是下颌往外开，还是它太厚？你是不是下颌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会造成你脸看起来变比较大，好。当然，如果你都不想要处理，你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像郑医师，你坐在我旁边拍照，你的脸看起来都会很小。OK，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